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神仙树南路。上一次粉丝应你们的要求，我现在去探一家传统的餐饮企业，它叫红信酒家，跟我走吧。我们是从 F 口出来，然后这一排全是中餐饮。第一家看到这个做火锅的唐三娘，下面还有鸡毛店，这些都是中餐。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呢？包括他们哪一家生意怎么样，我都知道。因为这条街我们曾经作为选址，我在这里守了差不多有10多天吧。现在我们把帽子戴上，口罩戴好，免得被人认出来。然后这里是红信酒家，看到没？这里。然后那边还有一家大融合。怎么样？现在是去点菜吗？走吧。这边，这个屏风还是可以的。这个我感觉这里1楼翻新过，墙面翻新过，但是地面没有翻新。你看地面全部裂了。包间应该是这边吧？叫绿杨，绿杨。好。哇，今天好像看见很忙啊。绿杨是吗？对对对。这个8位是吧？对，先点菜吧。你们是熟加工还是？熟加工啊，你看着晓得。你们那个好多钱贵呀？熟加工。3000多，买社保不？买了。买了社保啊？啊，那还是可以嘛。哪些是特色菜？麻婆豆腐，烧白买的也可以。红信山的粉丝，红信鸡。点一个，这个是怎么做的？这个清蒸的吗？有清蒸的。不是，我是它蒸的还是烧的？这个这个你也不大清楚啊。我看现在点了多少菜？红信鸡、鲈鱼、上段粉丝、麻婆豆腐、甜烧白，8个这点菜可能不够吃。虾仁回锅肉啊！我去，我还第一次见，这么贵啊，98呀！有没有纯回锅肉啊？那个回锅肉好像是大厅有。大厅有。对。意思是做这里面就没有。但是可以，大厅的菜也可以点。也可以点。包间的那个菜单里面没有而已，但是可以单独点。又学到了，包间跟大厅的菜不一样。菜不一样啊。是菜不一样，但是它都是回锅肉啊。那你就是加虾仁跟不加虾仁的区别嘛，就贵了1倍呀。你这个就不加虾仁就46啊，加虾仁的就98呀，完全不一样。宫保鸡丁点一个，你们这里不是有鸡豆花吗？有。18一位，点一位尝一下味道吧。好。哎呦，还有开水白菜，点一个，看看你们这个开水是真开水还是假开水。行了，就这些嘛。就这些吗？就这些菜。好。你们的大厅是在2楼是吧？大厅。对。可不可以带我逛一下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好。像刚才那个8人座是比较小的嘛，还是？对，那个都是算小。最大的包间可以坐好多个人？这下我带你进去了，最大的可以坐18个人。18个人。对。3个的话就是包间加一个小型的宴会厅。你们总共可以容纳好多人就餐呢？坐满的话，可以这样子都是1000来个人。像大厅的话，平时的话都是临餐。临餐都是6人座或者8人座嘛，可以随时可以加。圆桌在里面。这种就是卡座嘛，这是相当于是大卡座了。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一种小卡座，还有圆桌。你们这办婚宴还是挺 OK 的嘛？你们这个场地。办婚宴的话，基本上。总共有好多个平方呢？好多个平方，我们总共是4000多个平方。4000多。总共嘛。厨房应该也不小吧？对啊，从相当于我们同等位置，从这儿上去，这个同等位置往这边全是厨房，那上面那一层。从哪个地方开始？从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上去，对，那边都是厨房。这一块也算？这一块是不算。不算。再往圈儿。那你们厨房估计有500-600个平方了。应该有吧。包间有好多个呢？包间我们总共是18个29个，加一个小型的宴会厅。2楼的话，我们就是基本上是茶房。这个茶房。对，是茶房。你们总共可以容纳2000人用餐？1000多个。1000多个。对。那相当于大厅跟包间比例大概是3比7。达不到3比7，应该6比4左右。4比6。4比6。这种的话就是包间嘛，但是可以打开，平时我们就是
关着的，然后一个单座的或者2座，或者是摆4座啊、6座。中间可以封是吧？对，中间是。哦，隔断有隔断。对，中间是可以隔断的这种。它这楼保险也没有保险费吗？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定位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保险不收保险费。以前收不收呢？好像都不咋收，因为我们老板儿都不咋收保险费。还有你们现在店的话有好多家？店的话，就是9家中餐店加1家火锅店。都在成都吗？都在成都，都在成都。这家店是最老的一家店。对，这家店有20年了。20年。好，谢谢哈。第一道菜红心鸡，我看看价格，红心鸡66块钱一份，配了一个这个杯子啊，杯子里面全是红油，吃之前把它淋去。这个是热的，我还第一次碰到这个油是热的啊。然后这个鸡啊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它这个鸡呢，它是提前剁出来的，剁出来放在一边的。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它的皮有一点发干，凉菜嘛，然后直接就上，是很快的。然后放了几颗花生米，先把它淋上去，这个油全是芝麻。这个汤是热的，我真没搞懂。哦，下面真的是汤，下面是水，上面一层是油，啊，倒完了。这个估计里面有200毫升，最少。如果我们餐厅里面做这个，上面蒙一层保鲜膜，会不会好一点？哎，这个问题你问得好。我们这个鸡剁出来了之后啊，放到这里，如果说要放半个小时或者以上的时间，要蒙一下，避免它水分蒸发。还有一个就是刷那个香油，对吧？就跟粤菜一样。它那个白切鸡出来了之后，它都要刷一层香油上去，防止它的水分流失。先尝一块吧。这个下面是什么？我看，哦呦，嘿嘿，这个盘子看着，我跟你说，这盘子啊，它看着很大，实际上啊，它这个深度只有1.5厘米，实际上呢，它下面没有点东西，就是一层鸡。你看，下面是没有东西的，有几根葱花啊。这就是凉菜摆盘要好看嘛，东西不一定要多，但是一定要好看。有没有牙签？把骨头塞到我牙齿里面。就是这个，就是一块这个骨头，塞到我的牙齿里面去了。这个剁这个鸡的时候，我们把刀可以磨利一点，刀不利啊，一刀剁下去，那骨头全部碎在肉里面。所以我刚才吃一块鸡里面呢，那个碎骨头会塞到牙缝里面去，这个体验感不是很好。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鸡，这个鸡端上呢，给我的感觉啊，摆盘摆的还可以，然后就是这个油倒下去了之后，它汁水很足，把这个鸡浸泡住了。然后呢，入口的时候感觉不到辣，也感觉不到麻，感觉到有一股香味，就是红油正常的香味，然后有芝麻的香味。鸡肉给我的感觉呢，不是特别老的鸡，大概就是4、5个月的鸡，口感上面它不是很 Q 弹，味道嘛，中等，有底味。后面的回味上面舌头是麻的，这个它不是一个传统菜，它是自己的招牌鸡。那我觉得这个菜中规中矩，2只腿的分量大概是3两多4两吧。这个作为红心鸡来讲，价格偏贵。然后呢，剁鸡的时候刀不够利，骨头碎在里面，它而且还是剔了那个大骨的，它的骨头就在这个位置。它这个做的好的一点呢，就是汤够多，但是我还是有个疑问，为什么这个要用热汤？热汤其实凉菜倒热汤下去，它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的，因为凉菜要冷的才够味道。热汤是不是今天搞不赢啊？今天因为是周6嘛，是不是接了很多婚宴？那这个菜的话，就是在我个人感觉偏贵一点点，然后味道中等一般。第2道菜红杏鳝段粉丝大份儿，也是66块钱。这个鳝段在哪儿？好像目测很难找得出来。面上呢飘了一层红油，然后撒了一些葱花。我看看，我拿个公筷。哦，在这儿。下面是就像烧汤烧的粉丝，然后这个鳝段比较少啊。鳝段的话是没有几根鳝段的。鳝段其实这个不叫段，这个叫条，鳝条。然后呢，价格66，我吃一下鳝段。也是他家招牌菜是吧？嗯，对。是土鳝鱼。为什么动不动叫土鳝鱼？它这个没有说是土鳝鱼。再试一下粉丝，感觉这个油不少。好烫。这个菜带一点酸，这个味道让我突然想起以前我买过一款叫什么？酸辣粉。以前的桶装酸辣粉的味道，
有点酸，有点辣，有点这个味道。然后呢，很鲜。这个菜我其实给我的感觉啊，这个鳝鱼的口感很趴很糯。这个，它不是养殖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个鳝鱼是提前烧出来的，提前烧出来放着，这个粉丝提前泡着的，然后它应该是有个料包，锅里面一放，水一烧开，粉丝放下去一烧熟，这个鳝段最后在汤里面热一下，放在这个摆在上面，跟下面一样。这个鳝段一点口感没有，就是很面，价格66，这个定价66。我倒是认为这个鳝段的成本会比鸡的成本低不少，因为很现实，它就是一盆粉丝汤，上面放了几条很软口感很软糯的鳝段而已。这道菜我觉得我给它的评价就是很一般。这个是它作为他们家特色中的特色是吧？头排啊，对，这个头排不如那个鸡。这一道呢，回锅肉，这个回锅肉刚才有一个区别对待了啊。我们在包间里面是没有这道菜的，这道菜46块钱。然后呢，包间里面的那个 iPad 上面点回锅肉出来，里面加了虾的，加完虾加98。为什么包间里面不可以点大厅的菜呢？对吧？不是说不让点，那个里面没有。后面我跟服务员说，他给我把那个调出来了。这个回锅肉呢，里面放的是辣椒、青椒，加点这个，我用公筷焯一下，加了葱，没有放蒜苗。作为老百姓来讲，少了蒜苗的回锅肉不香。我先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这个是2道肉啊，这个看到了脱层了，先尝一下啊。再看一块，你看这个人家又没有脱层，这个要多吃几块才看得出来。真的是回锅肉不放蒜，香味少一半。这个肉的口感还不错。这道菜它选材呀，选的很正宗。然后它的分量呢，大概这里就是半斤，最多半斤哈，4两到半斤的生肉煮出来了。色泽上面看红亮，然后分量上看呢，中等偏小。配料上面比较缺一个蒜苗，里面放了豆豉，放了豆瓣酱，都是中规中矩的做法。但是有个问题啊，这个回锅肉入口是甜的，这个跟传统的味道可就不一样了，哪个地方的都不一样。它入口先是甜，然后后面呢是豆豉，然后是咸鲜。这个它这里有一个好的东西，就是这个肉不腥，这个肉没有腥味，肉处理的不错，瘦肉也不柴，这个肉是新鲜煮的。要灯掌窝有灯掌窝，要大小合适，要口感有口感，腥味没有腥味。好，回锅肉就暂时过。宫保鸡丁，这宫保鸡丁油不少，你看这个宫保鸡丁有的时候是要油放多一点，因为它要体现胡辣味啊。胡辣味怎么来的？就是从干辣椒里面炸出来的，看到没？狠人尝一下油，这个油里面没有尝到太多的胡辣味，倒是辣味倒是不少，葱香味倒是有。好，尝一下肉。哎呦，还是有点辣的，我尝了一下油还有点辣。用了鸡胸肉。这鸡胸是不是因为红心鸡它剩下的鸡胸肉做的？你的意思凉拌鸡是用的鸡腿，这个是用的它身上的胸，对吧？对，根本就不可能，因为这样子做太麻烦了。这种它都是直接买冻货，怎么可能在那个上面去割下来？那剩下的鸡架骨给谁？是吧？这口感嫩还是挺嫩，辣还是挺辣，没有吃到酸，然后口感呢就正常，这个汁也包的比较好，比较可以啊，没有垮汁啊，汁没有垮下去，汁垮下去了之后就没味道。可以，这个菜多少钱？36，宫保鸡丁36。结合这个分量来看呢，分量偏小一点点，这个餐具的选择也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。餐具的选择可以选，大一点，中间呢一个坑下去，是吧？端上来更大气一些。这个盘子我们用的最多的啊，它不是用来装宫保鸡丁，是用来装凉菜的。装凉菜它可以兜住更多的汁水。好，下一个菜。好，红运鲈鱼128一条，它这个是模仿大融河的开门红，有点意思啊。这盘子很烫的啊，盘子很烫的，
边上是辣椒围一圈，中间是葱花，泼了一个油。这个油呢是很红的啊。这条鲈鱼目测一下，15到17公分。这条鲈鱼的大小应该是8两到9两，反正是没有1斤。好，现在开门红揭盖头的时候到了啊！先揭一下这个辣椒，我看一下它是这个味道是不是跟它也神似啊？这个辣椒它就是纯铺上去的，没有任何味道，就是红辣椒，它在这里的作用摆设，没有任何的味道，真的软软的。如果这个辣椒呢，能够提前用盐来腌一下，煞一下水，它里面这个汁水吃起来，如果你没有盐的话，吃起来有点水臭的，这点体验感不是很好。好，现在尝一下这个鱼啊，下面也有这个小米辣，你看，它真的是跟不能说一模一样吧，我就鱼头跟鱼的区别嘛，是吧？看看这个鱼，哦，它改刀啊，是把那个鱼片分开了，把2片鱼分开了，把骨头埋在下面的。这改刀挺有意思的。下面垫了芋头，这个芋头肯定是提前弄软了的哈，它不可能跟鱼一起加热出来，芋头软了，鱼刚好，一定是这个提前弄好的。芋头有味道，芋头入味了，又软。看鱼，这个鱼是新鲜的啊，新鲜的鱼才能够像这样子不规则，不新鲜的鱼它板板正正的。这个鱼你看它这个边都翘起来了，你看。这就是现杀的鱼，你看现杀的鱼眼睛，你看眼睛鼓出来了，还有一个现杀的鱼，它嘴啊睁出来是张开的，死鱼它是闭口的，嘴巴闭得很紧的。尝一下这个鱼，这个鱼给我的第一口感觉腥味很重。这鱼要是说它提前半个小时杀好，码一下味，腌制一下，会更好一点，压一下腥味。鲈鱼都是新鲜的。我记得我以前在广东那边吃的鲈鱼，它是不腥的啊，可能是水质的问题。这个不过技术上面可以做一些弥补，就是提前腌制。这道菜看着红红的，其实味道不重，味道很淡，味道淡了，这个鱼的腥味就压不住。这道菜我个人觉得是，有点小翻车。这个鲈鱼128块钱也是有点贵，不过端上来哈挺有面子的，这么大一盘，辣椒围一圈。是吧？这个寓意都挺好，我是觉得哈，这个创意是超的大融合。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，本身菜就不能申请专利，你这么做我也可以这么做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菜没有炒好啊，炒的有点失败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烧白。烧白是我自己要求的，我这里是呗？不是，那上菜就是了。哦，这就是说上菜上来，就这样子。我跟你说。这个盘子啊，是我们厨房里面叫做马碗，它就是一个有的不锈钢的，有的是不锈铁的。它蒸菜就是碗放进去蒸了完之后，保鲜膜一撕，往上面一扣。但是我们上菜呢，得把这个碗揭开。有一个好处啊，这个碗扣在上面有一个好处，它这个肉不容易发干，保持它的颜色的时间比较长。要保持它干净好看，是不太容易的。端上来一看就感觉这个，如果要这么上菜的话，我一定会把这个马碗换掉，换了一个比较漂亮的、比较干净的，看起来端上来，让客人拿起来。我们干厨房的人知道，都是用手这样子一抠起来，让客人不能让这么抠，也不能让客人看到服务员端上这个菜来，服务员这么一抠，应该上面旁边或者放一个盖子能够接起来，把后厨的那个环节弄到前来了啊，因为这么抠很容易，有的时候容易烫到客人。这个就是原始碗，看到没？白汤的还沾在上面了。这个叫甜烧白哈，我们老家叫夹沙肉。这个肉呢，我给你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两边，各一片。一般这种就是上一个宴席，就是上10人做的。先尝一下吧，先尝一下这个糯米，我们这里叫酒米，像北方啊，别的地方都是叫糯米。糯米呢比较软糯。口感比较到位啊，有一点甜。然后呢，这应该是调了色，放了点老抽或者是糖色调了一下的。尝一下这个肉，这道菜本身就是一个热量爆炸的菜，以前在农村非常受追捧的。这道菜一上来，小孩子的话立马把上面糖一下子就夹掉了。肉的话也是一样，把肉夹到碗里，把中间的那个甜的那个豆沙吃掉。
肉放到一边啊。现在的小孩子是这样，以前的小孩子，我们那代80后的，直接就一口就吃了。这道菜呢，现在也有很多是做预制的，但是这个口感、这个味道，中间放了陈皮，做的很正宗。这道菜好吃，口感非常软，而且也不腻。像这种菜要吃，想吃起来不腻啊，一定是时间蒸够。这个菜的话，你不要说一次蒸到位，我认为要蒸3次。所以这道菜给我的感觉软而不腻，是小时候的味道。特别是里面陈皮、画龙点睛起到一个，这个菜做的非常好，真的。但是它有一个点就不好，就是那个厨房的马碗扣上来，我就觉得不是很好。除此之外，这道菜没有缺点。我看一下多少钱，甜烧白48，我能接受这个价格，没问题。这道菜好评。麻婆豆腐，这个麻婆豆腐给我的感觉油特别少，你看，几乎你看都没油，干巴巴的上来。麻婆豆腐一定要有点油啊，没有油的话。油不够也不行，油多了也不行，这道菜还真不是那么好做的。麻婆豆腐我还真是，包括我自己做的味道还跟不上人家那个陈麻婆，人家豆腐做的确实好。你要让我同样的出几十份的话，我做出来肯定没人家好吃。这个它下面放了保温的，对吧？这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，豆腐要吃烫的，老婆要娶胖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除了豆腐啊，豆花也要吃烫的。豆腐跟豆花是一样的，都是豆制品，有一个共同点，冷了之后就会腥。老就跟刚上菜的那个感觉会相差10万8千里。好，整道菜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这个豆豉，上面撒了一层的这个花椒面，然后目测这个是个老豆腐，尝一块，是这样子的，上面撒了蒜苗，这个是蒜苗，蒜苗撒上去才香，当然也可以撒这个葱花，也是没问题的，就不是说只能撒。葱花不能撒蒜苗，蒜苗就不正宗了或者不好吃的怎么样？尝一个，这虽然是老豆腐，烧的还是挺嫩的，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味道稍微淡了一点点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我是没有看到有牛肉粒啊。你这是卖多少钱？38。找到了，有，这就是牛肉粒嘛。分量不是很多，有一点啊，很少。总体给我的感觉，这个麻婆豆腐味道还可以，好麻呀！这个是特别麻呀！我吃了2坨豆腐之后，现在基本上尝不出其他的味道了，这是过于麻了。但是这个麻，它麻的不难受，有的地方做的那个麻婆豆腐，它后面麻的发苦。这个菜不错，给中上品这个菜。好，今天最后的2个汤菜啊，开水白菜。跟鸡豆花先尝一下它这个开水白菜，你看它这个白菜它是切成小段的白菜，这还有一点不一样。然后呢，这个分量呢是比较小的，看到没？这里我估计的话就150毫升左右，这个汤不到200毫升，这个也是一样的。如果说健壮一点的人，这个一口就喝了，这个分量也偏少。然后价格呢，开水白菜16块钱啊，这个是味餐，鸡豆花18块钱。我先尝一下开水白菜。它这个开水白菜呢，汤有点寡淡，还有就是这个汤里面白菜的味道太重了。再来尝一下这个鸡豆花的汤完全可以确定了，这2个是一样的汤。它汤是真的熬出来的那种。这个汤是熬出来的，这味道呢，中间它是该有的东西都有，就是鸡鸭，然后骨头。然后火腿都有，都能尝得到很淡淡的这种味道。我们试一下这个鸡豆花，有点硬啊，这豆花应该是偏软的，它这个有点硬。再尝一下，这鸡豆花稍微，它的鸡肉稍微糙一点，里面呢还尝得到里面的鸡肉的那个鸡胸肉肉脯里面的那个筋。这种菜的话，只有请客才会点，就是面子菜。但是面子菜呢，这个懂吃的人吃了之后呢，又不觉得太有面子，因为这个菜要是要做好了，要用材料去堆，18、16，它都卖的便宜了。我觉得这菜要做好了，得卖30，甚至会更高，甚至有的地方
卖90多、100多、200多、300多都有，但是根据不同的档次，如果在大众消费里面卖的话，这个就比较鸡肋。为什么鸡肋呢？大众消费的人他觉得喝一碗这个汤他会觉得不值，是吧？稍微高端商务宴请的呢，他喝这个汤做的又不够材料，就感觉有点鸡肋。我们菜就品完了，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进来的桌子上放了一本这个消费指南啊，这里面呢第一页跟什么的有他们自己企业的一些文化之类的啊，你看，然后是这个从这里开始啊，就非常烧脑。它这里面呢，大厅临菜什么菜间5.8折，就是在大厅里面吃饭点的菜，有一些菜可以直接打到5.8折，但是这里面很多条款，就普通人可能有点烧脑子，包括这个什么充值菜金的2.5倍，后面的什么 ABC 餐，这一本有不少，然后就是这个价格，等一下买完单再说吧。我们这一桌现在总共的菜是462块钱，没有包间费，很多企业它都有包间费，特别是周六。我们去2楼买单。这边有返券和打折，请问是返券还是打折？你的意思是返钱是下一次来消费是吧？对。哦，那我们不用，我们就直接打折。那就打折8.5折吗？直接打折。好。返钱是返百分之多少？60%。返这么多吗？对。返比如说我这次60%。我这次消费了460。啊，那就返460的60%。对，返在你的那个里面，然后下次来消费就可以从里面扣。那下一次还能不能够返呢？可以啊，60就是2个月，现在60天之内有效。60天之内来2次消费嘛？对。我来算一下哈。如果说462返60%，0.6，返277。下次的消费，我比如说消费了300块，我是不是只要补23块钱？就是从那里面扣。从里面扣是吧？那肯定就是返钱好像更划算一点。我下次我打折。有加餐位费是吧？加了个米饭。因为这是前面的，后面你们加了米饭，这是前面的菜单。好的，好。现在我们饭吃完了，我们总共9个人消费，最终消费是401块2毛钱，我们人均算下来也就40多块钱吧。就是它这一个菜呢，很中规中矩，很一般。但是呢，到后面的时候，在打折这个上面，餐饮卷有很多种方式，但是它呢不直接菜的价格压得很低，而是通过给你打折返现。打折的话呢，包间的打折是85折。返现的话呢，就相当于是你这一次，比如你消费1000，直接返你600，下一次过来消费，直接在你的消费金额里面扣。这个的就相当于直接就打4折了。这个怎么说呢？然后我们在大厅里面逛了一下，大部分呢都是一些比较年长的老年人来这里消费。现在的餐饮无非就分为2种，一种呢年轻人去排队的地方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老年人不喜欢排队，不喜欢去跟年轻人凑热闹的地方。那我就觉得，红信酒家，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老的企业，据说这家店在这开了20年，给老年人一些更多的选择。然后价格呢，打完折之后的价格非常实惠，但是菜的味道嘛，肯定是跟年轻人的口味有一点脱节。我觉得，红信酒家它以前的价格应该也是不便宜的，为什么现在就是越来越实惠呢？应该是在现在这个餐饮市场里面做出了一些妥协。真的，我做餐饮这么多年，我只有在成都，我才看到过这么大的规模，这么低的消费，后面还要给你打折，还要给你返现，这真的是我很少见到过的。再就是，如果你很远来一趟，专门来红信酒家吃一个老牌企业餐饮的味道的话呢，我倒不建议你特别远跑过来，因为味道就是中规中矩。如果你正好在附近呢，对吧？家里有长辈，对吧？想吃一点中餐正餐，那我觉得这里还是比较推荐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